我身高1.78米，韩哥您身高多少1.69米，来我1.69米啊，1.69米，看看1.69米上去什么样？您慢一点啊。1.69米啊，1.69米呢是脚尖沾地啊，对，对，没问题哈。好，我们现在给一下油试试啊。这个油门的响应，尽管是在 S 档啊，跟日系车比起来呢，它是要感觉轻快，但是跟790 ADV 以及790 Duke 上面那一部发动机比起来，感觉油门的响应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变态。车把车有点往前倾。对，这个应该还是再往后来一点，然后这块是有刻度的，我们可以看到。而且也不是特别。对，所以在安装以后，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根据个人的喜好进行调节。哎，那我们调一下啊。所以其实，在买完车以后，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身材进行一些调节。对，好，现在800MT 啊，已经拆箱完毕。中配版的春风800MT 啊，是62680的一个裸车，67660啊，67660，6766060才可以把这个3厢版的800MT 买回家，然后再交个什么购置税啊、乱七八保险啊什么的。7万块钱，你就准备7万块钱吧，还是对7万块钱买这车值不值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我们现在不发布没有。对，目前来看呢，这款车我觉得最大的卖点啊，我觉得还是它的动力平台这一块。那它来自于 KTM 啊，这个790 ADV 上的那个发动机，从外形上看是一样的，但刚才我听声音，因为之前呢我也骑过它的790 ADV 的车型。听声音呢，要比790 ADV 要安静一点点，然后呢，油门响应并没有790 ADV 那么变态。虽然这个车呢，刚才我们挂的是 Sport 档啊，挂了它的运动档，但是它的油门响应并不是那么变态，所以我觉得啊，估计这个车应该是在油门调教上跟790 ADV 还是有所区别的。好，我们从头到尾看一下这个车啊。首先从前头来讲，这个风挡我很喜欢。是通过两边的这个旋钮来进行调节，没有电子调节呢是个遗憾，但是呢，考虑到成本来讲啊，也就这样了。然后这个风挡调节的这个区间，我们看一下啊。新病对，韩哥，您帮我调一下它这个区间。对我这块一只手不太好调，必须得2只手。对，然后我们调到最下。对，然后调到最上。对。跟大灯一块一体了。再往下一下，我看啊，跟大灯是一体的哈。然后最上大概有多少？来，大概有这么多，看到了吗？5公分肯定是有了吧？6、7公分的样子。对，然后呢，具体它的挡风效果呢，我们还是要上路以后去试一试啊。现在说什么都过早。然后往下来看，LED 的头灯啊，这里面带反光板，而且这块呢是2个灯，远近光是分离的，上面呢是一个日间行车灯啊，我们打开灯看一下。这个就是日间的行车灯。这是一个近光灯啊，我们看一下远光灯。远光灯在哪儿？帮我开一下。对，这是近光。对，这是远光，这是远光。哇，这个灯的亮度，晚上我们再去试一试啊。白天看不太出来啊。这是一个雾灯。然后雾灯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很实用，在很多目前国产的车上都很少见啊。这个转向灯啊 ，LED 的。好，我们往后来看这块大家比较关心的2个 USB 的充电口，然后那边呢还有一个充电口啊。这边其实不是，这是供电口，这边的供电口呢是点烟器的啊。对，这个很实用，这个很实用。再往下来看呢，它有一个小的，说是鸟嘴，但是我觉得这个头啊，方方正正的啊。这个其实它的真正的用途并不是像那种副挡泥板那么明显啊，这更多的还是一个装饰。然后看着反正更丰满，有人说像猫头鹰，反正我觉得挺好看啊，这种设计不难看。然后往下来看是它原厂的一个护杠啊，护杠的焊工啊，可以看一下是这个样子。然后再往下看是它雾灯的一个护罩，这个护罩的，这个护罩好像是金属材质的，对，然后这上面都是塑料的。能看出来，这有可能是为了保护这个雾灯的一个雾灯啊，来做的一个设定啊，这个还是很用心的。这块还有一个护杠，
然后在这个喷漆这块，我们看有一些不均匀啊，这个喷漆这块已经起泡了，看到了吗？在这块，对。往下来看，这是一个倒立式的 KYB 的减震，对。减震呢是可以调节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是它的底座，西护的直栓卡钳，前面是对4啊。然后前轮呢是一个特点啊，这个车的前轮呢虽然没有790 ADV。越野版那么大啊，但是呢，这19寸的基本上来应付咱们一般的摩旅是够用的，而且呢，采用这种中心式的辐条圈的真空圈啊，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一个是提升它的舒适度啊，比板轮啊，比金属柱轮的舒适度要提升，而且比那种两边的辐条圈啊更便于维修啊，前面的浮动盘啊，采用的是浮动制动盘。马吉斯的这个轮胎，之前我们在测试其他车型用这个轮胎啊，它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它的这个前面的一个前倾角跟790 ADV 也不太一样啊，是更往前靠了。那这样的话，它在公路上的稳定性会增加。然后往后来看，这里面会有一个钛齿，这个钛齿比较粗啊。目前看品牌这块我们还是看不到的。往底下看呢，这是一个弧形的一个散热器，这种弧形散热器呢，其实要比那种直板的散热器的成本要高，但是它的散热效果会好，因为这个790这个发动机啊，它散热量还是很大的。然后往后面来看啊，这就是它的一个790的发动机了啊。这个发动机从外观上来看，跟790 ADV 是一毛一样啊，一毛一样。然后看水箱这个位置能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它的这个风扇，来我们看清楚点，对，它是一个单风扇的一个设计啊。而790 ADV 是双风扇的，这块是有一点点区别的。然后呢，这块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风切的一个效果。那这样的话呢，风进来以后啊，它会把这个气流啊导出来以后呢，它是可以有效的提升驾驶员骑士的一个舒适度啊，不至于风吹得那么厉害。包括前面这个位置，你看也有一个小风刀，我们可以看一下。对，它前面也有一个小风刀，对，再加上护手，再加上前面这些风切，是可以很好的让我们在长途旅行当中啊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舒适度，能看出他们在设计的时候还是下了功夫的。仪表呢，我们看一下啊，仪表的开机挺炫啊，仪表的显示呢也是 OK 的，但是呢这个仪表呢有几点啊，刚才呢我们在着车的时候也是让工作人员说调一下这个 Sport 模式啊。调了半天也没调明白，这为什么呢？是因为它这个设计啊，我觉得有点小逆天啊。经常用到的，比如说切换这个骑行模式啊，还有或者我打开这个加热坐垫啊，或者我打开这个手把加热，怎么办啊？我不能一键去实现 Inside， 对，然后长按这个选择键，对，然后才可以去选择手把加热、座椅加热啊等等的，包括驾驶模式这一块。对，驾驶模式呢，它只有2种，就是运动模式和雨地模式。但是我觉得在这一块呢，还是可以更多的去开发，像它的什么公路模式啊，或者 Enduro 模式啊，等等等等这些。对，然后退出的话啊，就按这个退出键就可以了。啊，手把加热也是这样。手把加热呢，它有几段可调，1段、2段、3段啊，3段可调。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座椅加热啊，座椅加热呢也是有1段、2段、3段啊。这个冬天的时候特别好用啊！我现在还是把座椅加热关掉了。这个夏天啊，现在对，好，现在是关闭的一个状态。对，然后连接设备，手机蓝牙、头盔蓝牙啊，清除链接等等这些。对，可选择信息、里程重置、亮度调节，亮度一共有1、2、3、4、5个档啊，我们现在调到最亮。单位选择，这个是为了英里和公里的一个选择，这个就不重要了啊。自动大灯啊，自动大灯是可以关闭的，看了吗？它出厂默认的自动大灯是关闭的一个状态啊，也就是说你可以用手动来开关啊。恢复出厂设置啊，好。其实这里面的显示信息啊还是比较多的，包括你看它有胎压显示啊。续航里程、电瓶电压啊、水温啊等等这些。距下次保养里程994，这边是速度啊，这是一个转速啊，这边是 Sport 的档和 Rain 模式啊，这边是一个水温啊，这边是它的油量，上面是气温和时间啊等等这些啊，这都是比较正常的。往后来看它的这个变径车把啊，
车把的质感还是不错的，然后是带刻度，看到了吗？然后可以根据你的身材进行一个调整。这块呢是雾灯的一个开关这边呢是一个定速巡航定速巡航这个质感跟宝马的是一样的，挺有意思。喇叭，西护的上泵对它的离合离合的感觉呢不算沉这离合不算沉，而且行程比较短。对，是可以根据手掌大小进行调节的，制动手把可以根据手掌大小进行调节，对，没问题。原厂带一个护手，对。油箱的容积19升的一个容积整个的造型来讲，我觉得还是 OK的，而且中间有收窄的设计。我身高呢是1.78米，这个车的车座呢，说是825的一个座高我现在上去试一试。哎，对。这是它一个侧倒的一个状态。我身高1.78米，韩哥您身高多少？1.69米，来我1.69米，1.69米，看看1.69米上去什么样？您慢一点1.69米1.69米呢是脚尖沾地对，没问题您腿长，我身高1.78米，上去估计也差不多。对，也是前脚掌。也是前脚掌一个设定。